1955年，新中国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授衔典礼，可在授衔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怪事，那就是身为10大元帅之首的红军之父朱德的授衔编号居然不是预想中的001，而是004。至于最高001的编号究竟授予了谁，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众说纷纭。直到60年后，工作人员为了准备抗日战争70周年庆典时，无意间看到当年的老档案，才恍然大悟，原来这001的授予者居然是贺龙元帅。贺老总在10大元帅里，无论是功劳还是名气，算不上是第一流。为什么毛主席会把001这个天大的荣誉授予他呢？1896年，贺龙出生于湖南湘西桑植县一个底层贫农家庭，但是贺老总这个贫农要打上一个大大的双引号。如果单就家庭财产来说，贺老总家里确实是够贫的，但就社会能量来说，贺龙却是10大元帅中背景最硬、起点最高的一个人。要弄清楚贺龙这个人，就不得不说就中国一个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底层组织——哥老会。哥老会也叫袍哥会，起源于清朝顺治年间，尊民族英雄郑成功为创始人，是旧中国时期与青帮、小刀会、天地会齐名的黑帮。明末清初年间，由于四川百姓坚决抗清，结果被满清军队杀戮一空。为了充实四川人口，清廷推行了湖广填川政策，大量两湖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了四川。但由于朝廷短时间内抽不出足够的官僚力量维持秩序，而移民又大多以底层平民为主，缺乏士绅群体这个社会稳定器，所以一时间陷入了无秩序状态。权力是厌恶真空的，没有朝廷和士绅，自然有其他的力量来填补底层的权力真空，而哥老会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数百年发展下来，到了清末民初，哥老会的势力已经遍布西南5省以及长江两岸地区。哥老会成员以底层平民、失业人员和退伍军人为主，有自己独立经济、军事、司法机构。这样的阶级性导致他们天然就具备极强的反抗意愿。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西南各省的哥老会也纷纷揭竿而起，群起响应。贺龙的太爷爷贺廷弼当年就曾响应太平军起兵反清，后来不幸兵败被清军所杀。但贺家在湘西哥老会的根基并没有因此而覆灭，反而成了他们家族内部一种无形资产。久而久之，整个湘西哥老会就形成以贺家马首是瞻的局面。笔者之所以说贺老总不是什么贫农，那是因为人家一出生在辈分上就是哥老会大龙头，他的能量究竟有多大呢？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时曾经采访过贺龙，他在书上是这么说的：贺龙可以到全国任何一座村庄，向哥老会亮出自己的身份，然后拉起一支武装来，甚至几次将地方哥老会的武装力量全部收编至红军麾下。哥老会这样的底层组织天然具有两面性，引导的好，那就是天然的革命种子；引导的不好，那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比如杜月笙、黄金荣这些青帮。以贺龙的身份，如果他想要成为湖南杜月笙，那是分分钟的事情。可生性古道热肠的贺老总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贺龙成年后，就利用自己背后的哥老会力量，和当地的地主豪绅、土匪恶霸做斗争。湘西的豪绅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辛亥革命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贺龙于1914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期间他曾多次在家乡拉起队伍响应革命，但都毫无例外遭到了地主武装的镇压，为此还多次身陷囹圄。如果不是他哥老会背景使得当地反动官员投鼠忌器，恐怕早就已经轮回好几次了。1916年袁世凯复辟，蔡锷将军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贺龙也响应蔡锷，想加入护国军，可惜蔡锷没看上他，拒绝了贺龙的一腔热忱。可贺龙并没有灰心，他找来当地哥老会成员，告诉他们光杀富济贫已经不够了，现在要打出个贫苦农民都有地种、都有饭吃的天下来。这可以说是最朴素的革命思想了。当时贺龙拉起的这支部队没有枪支弹药，每人只有2把菜刀，靠着袭击当地盐税局才抢了12条枪，这也就是贺龙2把菜刀闹革命的由来。后来毛主席在3湾改编的时候，就曾以这件事来激励士气低迷的秋收起义残部。贺龙用2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了军长，我们现在不止2把菜刀，还怕干不起来吗？但革命的代价是惨重的，要知道当时可还没有共产党。
而国民党此时正被北洋军阀追杀得满世界乱窜呢。所谓革命，就是贺龙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他的家族支持他参加革命，结果父亲被军阀所杀，弟弟被活活烹杀。加入红军之后更是满门忠烈，以至于贺龙建国后根本不敢回家乡。可以说，贺老总是我党高层中为革命牺牲最大的一个人。贺龙拉起革命队伍后转战多年，最终因为势单力孤极其击落。所幸他从来都不愁兵源，只要回到家乡振臂一呼，马上就会再次满血复活。1924年国共合作后，贺龙听到消息，马上就在家乡响应号召，被孙中山委任为建国湘军第1师师长。不过这也引来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警惕。从1924至1926这2年，赵督军一直在湘西不停地围剿他。国民革命军北伐后，赵恒惕被赶跑，贺龙与北伐军会合，加入了唐生智部。贺龙这支半路加入的部队，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中大显身手。河南一战打得张作霖屁滚尿流，渐渐成为与桂军、叶挺独立团齐名的3大强军。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武力讨伐他。以当时共产党手上掌握的部队并不足以成气候，他最怕的就是贺龙的20军会站在共产党一边。为了拉拢贺龙站队南京国民政府一方，老蒋开出了极其丰厚的筹码，500万大洋、武汉卫戍区司令的职位，以及任何军人都无法拒绝的诱惑汉阳铁厂。只要贺龙点个头，马上就可以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共产党。要知道，他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呢。但即使如此，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把全副身家投入了南昌起义这个大项目中。结果南昌起义失败，贺龙多年积攒的家底被输了个精光。逃出升天后，他先是被安排到苏联学习。过了几个月，他回国找到周恩来，表示想回家乡重新拉一支队伍。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周恩来这时根本就不了解贺龙背后的能量，思虑再三才勉强答应。结果贺龙回到老家之后，马上就触发了天赋技能，眨眼的功夫就拉起了一支部队，闹得湘西鸡犬不宁。之后贺龙几乎凭着一己之力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但好景不长，3年之后他遇到人生中最大的煞星夏曦。夏曦是个满脑子经典理论的流俗派，别的能耐没有，但是搞肃反却是个1等1的好手。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本来有2万多人，被这个瘟神折腾了3年之后，直接锐减到了4000多人。至于根据地的党员，更是被他杀到了个位数。这种情况在各根据地中也是极为罕见的。笔者认为，这大概跟贺龙这支部队的特殊性有关。他们除了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之外，还有其他地区红军不具备的多重身份，比如湘西人、哥老会成员，甚至贺龙的本乡宗族。这样一来，他们对贺龙的认同感相比于其他人，自然是要高了那么一点点的。夏曦一个外来者面对这样的群体，真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他又年轻气盛，急于要树立权威，那只能靠杀人立威了。结果是他越杀，人家越不服他，越不服他，他就越杀，以至于最后弄出了那样的悲剧来。也得亏贺龙革命意志过硬，要换做旁人，早把他绑到南京菜市口千刀万剐了。被夏曦这么一搞，贺龙在湘鄂西根据也待不下去了。红军长征后，他也前后脚跟着跑了。贺龙军顺着中央红军走过的路线，也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红2、6军团这次长征作为长征的分支，虽然没有中央红军曝光度那么高，但贺老总的这次长征却被毛主席高度赞赏。2、6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晕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吗？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事付出了大代价的。2、6军团讨了个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失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走出云贵后，2、6军团跟4方面军在川西会师。那时野心勃勃的张国焘想要另立中央，于是便想拉拢手握重兵的贺龙。结果贺龙根本不吃这一套，还掏出枪恐吓他。张国焘自那以后果然收敛了许多，再也没有以往的嚣张气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国共合作改编成了3个师，贺龙任120师师长，带领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取得了雁门、伏击战等大捷，前后歼灭日伪军高达10万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
贺龙在战场上出场的次数陡然变少，有人猜测这是被夺了兵权了。事实是，贺龙所建立的晋绥根据地是解放战争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战火波及的根据地，那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如果没有贺龙源源不断的接济，丧失陕甘宁根据地的党中央，拿什么跟胡宗南抓迷藏啊？至于贺老总的部队，其实就是党中央手上的西北野战军，只不过指挥官换成了彭德怀罢了。有些人也许还是不了解，那为什么不让彭德怀去搞后勤，换贺老总来指挥西北野战军呢？这跟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形势的急剧改变有关。有点军事常识的朋友应该知道，军队人数越多，统御的难度越高。统领10万人的军队跟统领20万人的军队，其难度系数不是乘以2那么简单，而是2次方。古往今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不就是因为人数多的一方的军队人数超过了统帅的统御能力吗？不是每个人都是多多益善的韩信啊。抗日战争和北伐战争期间，我党很少打过10万人以上的大战役，可到了解放战争，10万那就是一个起步数字。有些旧时代走过来的统帅很容易就会跟不上时代潮流，比如聂帅，又比如贺老总。他们2位在解放战争初期面对的对手是傅作义，结果都打得不怎么样。贺老总选择退居幕后，聂帅没有退，结果他带领的华野成了存在感最低的野战军，最后还得朱老总一把年纪亲自下场才稳住傅作义。直到解放战争进入后期，我军胜券在握，要解放四川的时候，贺龙才再次披挂上阵。之所以要他攻蜀，其实还是看中了他的哥老会背景。当时四川年轻男子可是有9成都是袍哥，让贺龙入川可以起到很好的统战作用。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次创业，贺龙就好比一个世界500强的老总。在项目前景暗淡时，他把自己的公司白送你做天使投资，项目破产后，他砸锅卖铁给你进行2次注资。受到董事会不公待遇时，他还能咬紧牙关死不撤资。首席大股东四方面军8万人高薪挖墙脚时，他不嫌你落魄挺身而出。公司跑马圈的时候，他不争不抢默默付出。请问这样的一个人配不配得上001的荣誉啊？